大家好，今天是周末呀，我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聊一个令人窒息的天文数字，不是啊，这个不是 NASA 的什么天文新发现，而是来自俄罗斯法院的一张罚单。那作为主角的谷歌公司啊，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收到一张比全球 GDP 还要大得多的罚款通知。这个故事啊，要从谷歌 YouTube 上的一些频道说起。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平台呢，就封禁了一批亲俄媒体的频道。对此啊，克里姆林宫的显得是非常的不爽，一纸诉状递交到法院。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法官开出了一张让计算器都害羞的罚单，2后边跟着36个0的卢布金额。哎呦我的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全球媒体都惊呆了。要知道，这个数字之大呀，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范围。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数字之后呢，我想到的是古典浪漫主义。这他妈就算是君主专制的那种王朝，也得是特别奇葩的朝代才可能发生的事儿。那只能说呀，俄罗斯古典浪漫啊。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用几个有趣的对比来感受一下这场数字狂欢。首先是全球 GDP。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啊，全球 GDP 大概是110万亿美元，也就是10的14次方美元。这张罚单高达2乘以10的34次方美元就是1美元等100卢布来计算，让全球 GDP 大了整整20个数量级。那如果要用地球的重量来对比我们地球的重量用克来计算，那就是 5.972 乘以10的27次方克。所以这张罚单比地球的重量还要大9个数量级。那更夸张的是在整个可观察的宇宙中，原子总数也不过是10的80到82次方之间现代的科学研究虽然罚单数字还没有超过宇宙的原子总数，但按照说这个什么9个月不罚款，这个每天翻倍的增长速度那么用不了多久就能打破这个记录。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货膨胀速度比宇宙膨胀还快的这么个案例。所以看起来俄罗斯法官不仅仅是要创造法律奇迹还要创造物理奇迹用不了多久，这个数字就会超过整个宇宙中的原子总数了。所以当这个鲍勃迪伦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你能想象也许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会颁发给俄罗斯的法官吗？所以面对这个史诗级的这么一个罚款数字谷歌的反应呢是出人意料的这个平静。在最新的财报里边呢他们只是轻描淡写的这个表示我们认为这些正在进行的法律事务不会对收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所以这种云淡风轻的态度不知道是对这种象征性数字的理解呢，还是已经对俄罗斯的司法体系习以为常了。说到这个象征性这个词是来自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嘴里边。当问及这个天文数字罚款的时候呢，他表示这个罚款是象征性的。这可能是近年来俄罗斯官方发言里边最诚实的一句话了。你听听，你品品。不过他随后补充说关键是希望谷歌不要限制俄罗斯媒体的活动。显然在俄罗斯的语境里边，象征性可以是任何数字，哪怕这个数字大到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实际上这种象征性在俄罗斯的执法呢并不罕见从公投到司法判决，象征性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独特的治理艺术，是吧？当法律条文变成了可以随意解释的符号，当数字失去了它原本的这种数学意义，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呢，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的威慑力是否也变得象征性了，是吧？有意思的是这个谷歌在俄罗斯的子公司去年已经申请破产了。你没听错，谷歌括号俄破产这是由于俄罗斯呢，它政府接管了它的银行账户，但是谷歌呢并没有完全退出这个俄罗斯市场，它的搜索引擎和 YouTube 这些服务仍然可以使用。所以这种似离非离的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上也是象征性的。既没有完全服从俄罗斯的要求，也没有彻底切断服务。
那这个案例啊，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当一个数字大到失去意义，法律的严肃性是否也随之消失呢？当执法变成了一个数字游戏啊，公平正义是否也可以变得可有可无呢？也许在某些地方，法律就是象征性的，数字是象征性的，甚至连象征性本身都是象征性的。最后啊，我们学习一个新词啊，叫 undiscipline。undiscipline 等于1后面36个0啊。当你下次收到一张停车罚单的时候啊，请心怀感激啊，至少不是以 undiscipline 计数的啊。那么在这个数字面前啊，就连宇宙都会显得有点谦虚了。而谷歌呢，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欠款数字要超过宇宙质量的这么个公司，所以这份殊荣啊是来的莫名其妙了啊。所以看来有些地方啊，法律不仅仅是用来执行的，还可以被用来创造奇迹的。那这个比全球 GDP 要大万亿倍的数字啊，不仅刷新了人们对数字的认知，还刷新了我们对象征性这个词儿的理解。也许啊，这就是法官想要的效果。当你无法用常规手段达到目的，就放飞自我，是吧？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数字，毕竟嘛，这就是象征性。好吧，我们也象征性的讲完了这个视频，祝大家周末快乐啊！不是象征性的，再会，拜拜。